我们这次的公路旅行有点疯狂，便是决定自驾前往大提顿国家公园。在接近15个小时的车程中，沿途跨越了内华达州、犹他州以及怀俄明州。原本我们以为5月已经躲过了雪季，没想到半路还是遇到了降雪。老实说，现在开车遇到下雪已经没有兴奋感，反而是会感到害怕的复杂心情。其实公路旅行最大的乐趣，便是可以亲眼感受到各处不同的风景。像内华达州这一片，仿佛盖了一块黑布的天空，也着实让我们大开了眼界。然后来到了犹他州的盐湖城，大片的白茫茫盐田，更是让我们惊叹不已。而怀俄明州的乡间小路，更让我们恍若置身于童话世界。原本我们是计划从大提顿国家公园一路开进黄石国家公园南门入口。过往的记录都说，这条路线大约4月下旬会开放。出发前才得知，今年延到5月中旬。虽然很无奈，还是硬着头皮来了。再加上看到积满厚雪的景色，真是万般无奈，该向谁说？第二天一早，我们从杰克逊小镇出发前，先去拜访了一个著名的景点。这个就是杰克森后的鹿角公园，这全部是真的鹿角，就是鹿头顶上的掉落下来的角做成的，一根一根全部都是真的鹿角哦。杰克逊小镇虽然不大，几条热闹的小街里应有尽有，充斥着满满的西部风情牛仔风。其中最有特色的鹿角公园，最有名的便是坐落在4个角落的鹿角拱门，这里也是观光客拍照打卡的热点。从杰克逊小镇开车大概只需要10分钟左右，便可以看到大提顿国家公园的标志，这也是我们国家公园之行的第12站。我们来到大提顿国家公园啦，它紧邻着黄石，是黄石的过境门口。今天天气不好，明天游客中心外面的雪堆得这么高在这个很有古风味道的游客中心完成国家公园护照打卡后，便准备出发前往大提顿国家公园的第1个景点。这里就是摩门教的谷仓，然后应该是要连同后面的雪山山峰一起拍出来，是会很漂亮的景色。可是今天天气不好，后面雾太大了，雪山都被笼罩住了。摩门教在1890年定居于此，并建造了许多农场及谷仓和房子。这些历史悠久的木造建筑构成了完美的田园景色，而分布在南北两侧的谷仓更是公园的代表象征。摩门肉，我去看看。哇，真的很漂亮。哇，雪山出来了，漂亮啊！这就是谷仓，这旁边的雪山很漂亮。这个有上百年历史的摩门教谷仓，古朴又静谧的神秘感，深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也成为美国出镜率最高的谷仓。这边是蛇河的全景观，
前面那条弯弯曲曲的就是蛇河，那原本后面还会有雪山山峰的景，可是今天天气不好，雪山都没有露脸。不过还是有看到一点点蛇河。这个景点由于知名摄影师在1942年拍摄的一张黑白照片而闻名，但随着河床两岸的树木不断长高，已经无法再看到完整的蜿蜒蛇河景致了。这边是捷克森湖，可是全部都结冰了，什么都没有。捷克森湖是园内最大的湖泊，虽然这一天湖面结冰，也看不到远山的群峰，但却见到湖边停满了车，原来是发现了黑熊的踪迹。远处有一个黑熊，这只黑熊应该是刚从冬眠醒来，一动也不动的。园区的 Ranger 也在一旁指导游客，大家都很安静的，不打扰黑熊的活动。大提顿国家公园面积约1300平方公里，被赞誉为美国最秀丽的国家公园。与黄石公园虽仅相隔16公里，但氛围却截然不同。大提顿以连绵的雪山、辽阔的草原、清澈的湖泊和丰富的野生动物，构成了一幅优雅恬静的画作。雪太厚了吧，这样子更惨了。哇，雪积得这么厚，现在5月了，雪积这么厚。这是大提顿的门面担当珍妮湖，还是一片冻结的雪景，连前方的雪山峰都不见了。就算有雪山峰，湖面冻结也看不出来啊，就没有倒影了。啊，冻结的珍妮湖也算是难得的景色了。这就是 Jenny Lake， 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嗨 ，Jenny。有事吗？你整个都觉得有事吗？珍妮湖可说是大提顿国家公园的主角，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搭船到对岸走走步道。只可惜这次来的时间点不对，只看到白茫茫的雾色。但我们已经决定，日后一定会再来一趟，希望能掀开这层神秘面纱，看清它原本美丽的容貌。在绕路前往黄石公园的路上，终于见到久违的绿地，也希望接下来的旅程别再让我们失望了。